大夏国晋王李察哥的母妃告诉萧石头，自己娘家也在辽国，也姓萧，元祖是辽太祖的皇后萧卓的堂兄弟。同时还告诉这个从辽国偷渡到夏国的孩子，自己身旁的这个女孩子名叫薛爱姜，是大学士薛元礼的千金，是李察哥的干女儿。薛爱姜提出自己也加入驱逐辽金分狼的计划，想跟春兰姐姐学狼族的语言。晋王想了想，没表态。老王妃却很干脆地说没问题，还说知书达理很重要，知兵善战也很重要，女人既然不能上阵厮杀，通过与狼打交道学刚强一些没有坏处。晋王派了一架马车，将石头送到客舍，两位族人已经急得哭了出来。王子跳上马车，半日不见踪影，我等很是担心啊。侯阔水说，王子以后切莫自己单独行事。侯雪山干脆命令起石头来。在侯家集，因为在家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侯爷、春兰和石头地位很高，但是族人们并不怕这几位家族长老，只要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他们什么观点都敢于表达，因为他们都有安全感，不因言获罪，没有敏感词儿，是侯家集人内部最起码的信条和底线。石头于是向两个族人讲述了自己在晋王府的经历。雪山和阔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复杂的局面，提不出任何建议。晋王府派来的马车上也顺便送来了不少烤熟的、煮熟的羊肉，以及一大摞大锅盔，以及一小坛黄酒。酒还有更重要的用途啊！三个人都不馋酒，于是没炖它，而那些肉和干粮却不能不吃。正当这三个人大吃大嚼的时候，听见客栈外面伙计的叫骂声：“去！都是你们这些从辽国来的偷渡客，把好好的新幸福给糟蹋了。”那伙计说话真伤人。石头他们三个人觉得心里堵得慌，便走出房门，来到大门口。门口跪着三个人，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饥饿似乎已经消耗他们最后一点生命力，他们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石头拉过伙计，给他20文铜钱，让他安排给这三个人煮点热粥，让这三个人到自己房间里来凑合一个晚上。那三个偷渡客很虚弱的磕头，然后坐在冰冷的台阶上。雪山脱下自己的棉衣披给那个孩子，阔水和石头也都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了两个大人。喝完粥，看着三个人精神还没有恢复，但是已经可以勉强站起来。石头和两个族人将他们搀扶到自己房间里。石头没有给这三个人锅盔和羊肉，久饿之人很可能会暴饮暴食，撑到肚子撑破都停不下来。石头和两个族人将羊肉和锅盔包起来，找个地方藏了起来，然后看着三个新难民睡着，又睁着眼守了一会儿夜，才相继睡在大通铺上。第二天，薛爱姜赶着一架驴车，车上拉着10张弓弩、20壶铁头箭、30把包着油布的夏国箭。他说晋王爷和自己的父亲薛元礼大学士都同意自己加入石头和春兰的打狼队。那三个偷渡客还在睡觉，石头看到他们起起伏伏的胸部，知道他们都很平安，都还活着，于是拿出刀子，将熟肉和干粮分了一些放在矮桌上，又留了几10文铜钱。出门后又给客舍掌柜100文铜钱，嘱咐他让这三个可怜的人尽可能的多住几日。然后2架车、1驴1马，外加3头牦牛，慢吞吞地朝侯家集的方向走去。黄昏的时候，4个人远远看见了村子南门口高高的瞭望台。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条狗儿一兜歪。雪山和阔水正在为终于到了家园而高兴地唱起石头教给他们的小放牛小曲儿。薛爱姜听得入迷，
正在这时候，牦牛、马和驴都惊恐地倒退，这到底是咋回事？前面的晚霞下面，3、4石头狼坐在当街，拦住了去路。至于后事如何，咱们下回书再说。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是老陈自己写的小说《石头记》啊，《石头记》的 Stone Story。老陈每2到3天更新一次，欢迎新朋友们订阅我，老朋友们继续支持我，谢谢，再见，拜。